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发型设计，我邀请一位模特来帮他做改造，如何在剪发跟颜色还有卷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外在形象，那就在这集分享给大家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影片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模特，嗨，他小杰。那一样在剪之前啊，通常我们会帮客人做一些简单的询问，比如说你平常都怎么整理头发的？平常洗完头之后用润丝嘛，对，然后之后就会再上发油，是，然后平常出门就梳头就不太会做造型啦，不太会做造型就是正常梳顺。对，梳顺就正常。你只有工作的时候才夹一点电棒，因为他之前有漂过，之前都是我们会做一些特殊色啊渐层。那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他现在黑发已经变得超明显的，就是很大一截。那我们今天除了颜色要帮他把它处理回来之外啊，在发型上，因为他的头发现在分叉非常的严重，就是发尾，大家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是拉不下去的。所以我们会帮他把分叉做一点调整，因为长度我是不会剪到太多。那分叉调整完之后呢，再帮他做个护发保养。所以今天的整个公式大概会就是帮他做漂发，然后再来做颜色的设计。然后一开始一定会先做修剪啊。那在修剪的时候啊，因为他的脸型，他脸型算比较长的。那我们在做修饰的时候，他额头比较高，我们可以做一个长旁分的效果，所以啊，现在刘海很重，它就会塌在额头上，很没精神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刘海分叉，然后还有调整一些厚度。今天剪法大概就这样。那我们颜色部分啊，会把它黑发的部分先做一点漂发的连接，连接完之后再帮它做染发的设计。那最后就做护发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步骤啦。好，那我们先进行剪发 ，Go。然后在修剪的一开始啊，我们先把头发两边拨到前面，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长度的确定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前面有镜子，客人也可以直接看到，他被剪到多长或多短，这样心理安全感是会比较好的。所以我在工作上啊，只要是长发，我优先一定会从前面先去掉我不要的长度，所以也不会担心被剪到太多。好，把头发往前先顺一下。顺完之后啊，直接让它垂落下来，然后剪发围巾稍微拉平整，把发尾这一段最毛躁的直接去除。去除之后，我们再来修轮廓跟层次。我们现在要确定的就是整个造型的长度。那等下剪完，我们长度就在这边。对，它只修了一些最分叉的位置。所以，如果你的模特或者是你的客人长度不喜欢被剪太短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。那做完之后呢，我们一样从侧面这里分上、中、下3个区域，这样就可以开始做修剪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头发已经分了3个区，上面、中层跟下摆区。我们今天用的啊，就是低层式的修剪。那我们在剪的时候，后面头发先直接拉到最后面。然后从中段这里分一片发片起来，把头发稍微梳顺，梳过之后啊，直接低层次拉到最下摆，水平的时候直接做点剪的动作，做一点柔和感。那因为长度我们已经确定了，所以啊，你就不用担心这时候会剪到太多长度。那两边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直接拉到侧面，两边我们就直接拉到肩膀的位置。然后梳下来，对着刚刚后面剪的这个比较短的地方，直接做修剪。好，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完成。修剪掉之后啊，你会发现它后面的头发就是两边短，中间长这样弧形下来。那我们接下来就顺着这个轮廓去做修剪，所以把第2层放下来，放下来之后，一样两侧直接分中间。直立分线，那往后垂直提拉45度，这边就要提拉一点层次了哦。层次拉出来之后，你会看到刚刚剪比较短的地方，头发就会掉下去，对不对？这边就是我们的基准导线，顺着拉出来，好，看到最短的位置，直接把多余的长度去除，像这样去除。那两侧一样往外45度，你会看到这边比较短的长度，那把上面这里直接去掉，这样。
这样后面修完看一下两边，中层修完的时候，它的弧形一样在，然后会有一点丰厚感。那另外一边呢，你会发现它就会比较沉重了，没有层次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这一边一样照着这个的手法去完成。好，那接下来啊，我们就把上层放下来。上层的修剪啊，只要把角度连接跟去除就可以完成了。那我们往后拉90度的位置，往后提拉90度，拉起来，然后看到比较多余的长度，把它去掉。比较长的这节头发直接做去除。记得哦，放射线裁剪，就是你从哪里拉头发，就要在它的那个位置的后方拉出来。你可以看到这边比较长的，对不对？直接去除，然后点剪。好，那把上层用这个技巧全部完成。我们等一下来看剪后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上中下层的头发都修完了，我们就把它放到前面，放下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的长度。那我通常会把发尾最虚的位置再稍微修剪一下，我希望它发尾有一点丰厚感。好，这样两边整体的轮廓就完成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修刘海跟修饰的位置，因为刘海其实是整个脸型跟发型最重要的位置，因为它会去修饰你的轮廓。那我们刘海在修的时候啊，像长刘海，我就会依照这个头角跟鬓角的轮廓去做分线，因为像这种比较细小的头发，它能做的就是让你绑起来的时候有一些发丝可以在脸型上做修饰。好，那我们拉出来之后啊，来教大家一个东西，就是鬓角的长度要怎么设定呢？直接拉过来，碰到下巴，然后往下一个手指剪掉，这个就是它的长度。好，然后剪完之后，我们把刘海往前提拉，然后往侧边，那你可以看到哦，这边是我们最短的位置，我们直接斜线连接，这样连接下去。放回来的时候，它就会刚好修饰我们的脸颊啊、颧骨跟我们的下颚，它的长度刚好在这里。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这就是我们前端的刘海嘛。那我们一样拉到下巴的位置，往下1公分修剪。那这边往前最短的位置，然后做连接，这样一个旁分刘海就出现了。而且它的修饰度是会非常高的。好，那我们的剪发设计到这边就完成了，接下来就是要进行染发的阶段。染发的话，我们会先帮它做一个去色的动作，先把它黑发的长度先衔接回来，衔接完之后再来做上色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漂发跟上色的阶段吧。Go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准备漂发了。那么这次漂发方式呢，并不会是全头漂。我的做法呢是一个斜线漂发的动作，它做起来会有一点渐层，但是它的渐层又不是像欧美那一种有深有浅非常多，它是整个头的。我希望等下染完的时候，它是有深到浅的效果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漂发方式啊，会以一个钻石型的方式就去做斜线漂发。那我的漂粉也调配好了。那今天呢，如果你对于染发漂发有兴趣的同学，想了解漂粉跟染膏的配方，可以到我们的居家 DIY 理发交流区，我会把所有的配方会发布在那边，让大家自己去参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进行漂发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漂发完成了。那我刚刚把漂粉冲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内层的黑色那一节就不会那么明显了。然后从侧面来看啊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头发的颜色，从发根的黑发我预留的，然后到这里就已经被褪色干净了。然后因为我们只漂一次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没有说要做到非常的浅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进行调配染膏，并且帮它上色。那上色完再给大家看看整体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上完颜色了。我们这颜色啊，就是一次上就可以了，不用预留。上完之后，我们直接停留20分钟来看颜色。那看完 OK 之后，我们就会洗发起来，然后帮它做护发。接下来给大家看造型后的效果吧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染发造型已经完成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样就是一个粉橘色的一个颜色。那这次帮它调了啊，是有一点奶茶雾感的那种颜色，所以你会发现它颜色其实是很浅，但是又不会到金，然后它的饱和度啊，其实是比较透亮的。所以啊，如果想要了解这样的配方，就可以到我们的社团去做一个询问哦。然后接下来我请模特化个妆，然后换个衣服，让大家看整体呈现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特写完成回来了。那跟大家做一个造型的整体总结。今天在设计上啊，我们先把长度取出来，取完之后呢，我们剪一个低层次的45度修剪，最后再剪刘海。那颜色配色的话，我先把发根的黑发先做褪色，褪色完之后，我们再用比较浅的蓝膏进行上色，这样整体的造型就完成了。你觉得造型前跟造型后有没有很大的改变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改造到这边结束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结束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给你分享。最后这边附上 IGFB， 这边有 Line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私讯或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